就這裡的節點為什麼看起來這麼不平滑呀？狗啊，行人還不少，可能我們一輛公交車還不夠用。那麼為了杜絕這些行人他們亂走馬路呢，咱們可以在這兒去放置一個小天橋，找到這個人行道，然後我們直接把這個人行道抬高，這個天橋就可以做出來了，非常簡單。这个节点拉过来，拉在这儿。OK， 讓這些行人貼着高速，我們直接讓他來到馬路的對面。這邊也不知道是一個什麼樣的建築啊，但是我們是可以覆蓋它的。把這裡稍微降一點，再讓他來到這個位置。啊，這些行人倒是開始走天橋了。哎，公交車也來到了，我們再檢查一下，這個公交車呢是3號線，它帶走了30名乘客以後，下方還有幾十位乘客，所以我們需要把這個公交車呢再去增加幾個數量。現在9輛，啊，就這樣吧，先不管它了。那麼這個小型的天橋呢，它現在也可以啟用了。如果再要增加路口的話，那就來到這個位置。是不能讓這些行人去橫穿馬路的。再去看一下這邊怎麼了？停車位發生了犯罪率過高的問題。咱們點開警察局的系統，已經拘留的罪犯達到20位，那麼監獄的容量也是20位。我們現在沒有為他們去建立獨立的監獄，只是一個警察局而已。所以下一期我們如果說為他們建設監獄的話，咱們還得找一個合適的地方。這個地方要與世隔絕，鳥語花香，春暖花開。沒詞了。我們需要把這個人口還有商業區的需求今天給徹底解決了。比如說旁邊這裡有一條單行道咱們繼續打開這個高速的選項，下高速的單行道先沿在這兒，然後上高速的單行道從這裡開始出發。我是大概去看的這個位置的地形看起來有點太特殊了，大家又不太喜歡我去修地形，所以我們就選擇了一個高架的模式。只要它不堵車，它就是一條好高速。OK， 那麼現在就可以選取一條2車道公路了，直接把它長着一個地面。哇，轉眼來到了我們這個公園。我發現這條道路它直接連向了我們的公園。不造景真爽，我們可以完全不用去思考，直接把它對齊高度。只要是這個道路是直的，從航拍上看起來也是挺好看的。然後再平整一下這個地形。我們現在是有超高的商業區需求的，不用去劃分區，直接放置就行了。再加速看一下OK， 順利蓋起來了。它蓋起來以後咱們檢查一下我們前幾天建設的這個小公園。這個小公園現在遊客量應該也可以。哎，對了，我是不是把這個門票的價格給調下去了？我們點開這公園的信息去看一下，現在門票的價格是12克朗，遊客的數量已經達到了1842。那麼我們在新建的區域這裡呢，去增加一個公園的小門，這樣可以帶動一下附近的客流量。這公園的選項叫自然保護區，小自然保護區正門、側門，應該放置側門才對啊。就是旁邊的這個土地差異有點太大了，我們試一下能不能放置。把它放在這兒的話，我去，不行，這個位置靠近路口太近了，而且上方有一個建築。先把這個公園的區劃我們往下方去增加一點，把這個小門放在這兒。建造費用2000 OK， 這個小門看起來也太寒酸了。那麼我們利用這個公園的道路呢，直接把前幾期建設的這個道路去連接在一起，它就可以正常營業了。沒想到我們這公園兩邊這麼快就讓它可以通人了。有一些行人他們想去對面的話，他們完全可以掏一個門票步行過去，還可以為我們增加一點創收。這裡怎麼回事？工人不足，這邊的工人不足，我們點開信息可以看到
受中等教育還有高等教育的市民不足。也就是說，现在5000多人口啊，需要为他們去建設學校了。然后我們把這個學校呢，最好能夠放在公園的旁邊。這公園旁邊其實還是有很多空地的。然後我們打開這個學校的選項啊，看一下小學，直接把它放在路邊的話，其實也可以。但這個空地的話，在後方可能會有點浪費。我們比如說選擇一個比較小型的道路，把這個道路呢當成一個學校內部的道路，然後道路的這邊去連接一下小公園，前方留有一部分隔離帶。稍簡單一點啊，門口先去放置2個小學的教學樓，一個在這兒，另外一個把它放在公園的門口，讓我們城市的這個小學生他們來公園旅遊的時候啊，我去，這個時候人還挺多，他們可以直接看到旁邊有一個教學樓。也不知道為什麼建設了這個學校以後，我們這個小公園哇，人數已經越來越多了，有可能和這個門票有一定的關係啊。我們點開去看一下。遊客數量1287。哎，对，我想起來，這些遊客啊，你看他正在前往奧特萊斯商店，後方的遊客呢正在前往買連鎖。也就是說，他們進入這個公園，他們不是為了遊玩，就是為了能夠走一個近路，然後呢通過我們這個小門再去出發，來到旁邊去購物。這是我們之前去發現的一個商機啊！你看，第一批的遊客他們通過這個遊樂園呢，已經來到這個位置了。哎，那麼我們城市的收入現在應該是可以快速的提高了。